莫斯科大爆炸，俄安全局官员重伤，克里米亚俄军营被夷为平地。长海王星导弹正式亮相莫斯科危，欧美军演堵门，俄罗斯罕见沉默。收复红军村全部失地，俄爆发开战以来最大投降潮。乌军第414无人机旅13个月歼敌10000人。美国新军舰开往委内瑞拉，4000美军压境，马杜罗如何应对？阿拉斯基美军3度拦截俄军机。福建号航母9月3日服役。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俄乌外交和谈虽暂告一段落，但我们要明白，任何外交都需要武力作为战场保障的。据开源情报报道，8月25日，莫斯科市中心西边的一家商店传出巨响，流出的视频显示，该商店在爆炸中被严重损坏，到处都是建筑残渣，周围的大街上也挤满了好奇的人群。本以为这只是一场简简单单的安全事故，但在救护车救治伤员时，发现其内有俄罗斯重要官员，为这场事故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受伤的俄高官是在俄罗斯安全局工作的阿列克谢·季托夫。被发现时，季托夫的腿部已严重受伤，并处于昏迷状态。随后，他被送往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而除季托夫外，还有3人受伤，另有1人死亡。现在事故原因还未知，但有消息称是乌克兰特工展开的破坏行动。截至目前，基辅方面尚未做出回应。不过，自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情报部门确实曾多次渗入俄罗斯多地开展行动，这其中就包括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地区。他们在这里还清除了不少的俄军大员和多处高价值设施。如1周前，莫斯科交通枢纽区域的谢尔宾卡就发生爆炸，俄军的火车站起火，点燃了至少3座仓库。在俄乌战争的微妙时刻，莫斯科遭受越来越多的事故，似乎也正常。与此同时，末日新闻报道称，克里米亚科特贝尔地区的俄军营地在8月25日夜间遭到大规模的无人机空袭，俄防空系统一直忙活到凌晨时分才结束。期间交火声伴随着无人机的轰鸣此起彼伏。从现场流出的一些视频看，袭击导致俄军大营燃起大火，并波及到了弹药库，引发了剧烈的2次爆炸。画面中燃烧的火光照亮了克里米亚的夜空，详细战况虽有待后续披露，但预计事发时俄军大营中正有不少俄军休息。这也是1周不到的时间里，乌克兰对黑海沿岸发起的第2波袭击。在此之前，乌军已经重点打击了克里米亚战科1的俄军交通以及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机场，导致5架俄军机被毁。再加上在这个关键时刻，乌克兰国防部正式亮相了长海王星导弹，这是继火烈鸟之后乌公布的又一利器。这是在释放什么信号呢？很简单，释放的信号是俄罗斯要挨揍了。RBC 新闻报道，乌克兰不久前展示了改进型的 R360海王星增程导弹，如今它的射程已提升到1000公里。据悉，这款导弹从2024至今多次实战，但从未正式亮相。如今它来了，其作为 R360导弹的改进型，长度比原版长了 1.5 米，达到6米，中段弹体长度从38厘米增加到50厘米，设计用于打击地面目标，射程可达1000公里。值得注意的是，原版的 R360导弹弹头重达150公斤，而长海王星的导弹弹头重量可能在200到400公斤之间。多次实战也已证明其毁伤能力，如乌克兰在对克里米亚等军事基地的袭击中就动用了海王星，打掉了俄军7套防空雷达。当然，说起海王星的成名之作，自然是2022年击沉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这也让它成为了世界上第1款在实战中击毁10000吨级军舰的反舰导弹。而乌克兰于此时亮相长海王星，就是在暗示将有大动作。因为早些时候他们才刚推出了射程高达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该武器目前每月生产30到50枚，10月后每月生产210枚。到2026年初，乌克兰就有数百枚射程达3000公里的巡航导弹，再加上美国的3550枚增程导弹，也将在6个星期内运往基辅。这意味着到2026年，包括莫斯科在内，俄罗斯位于欧洲部分可能都要挨炸。与此同时，乌克兰又获得了盟友的大力支持。如8月25日，德国财政部长兼副总理拉尔斯·克林贝尔抵达基辅进行访问时表示，俄罗斯不要抱有幻想，我们的支持不会动摇，我们仍然是全球第2大、欧洲最大的支持者，乌克兰可以继续依靠德国。又或是在过去48小时，加拿大确认向乌克兰提供至少12亿美元援助，挪威提供7亿美元，还承诺拨款84.5亿美元。瑞典、拉脱维亚、立陶宛、英国、罗马尼亚等众多国家也纷纷宣布新的援助。可见乌克兰盟友并没有退缩，他们的行动是在向俄罗斯敲响警钟，即俄罗斯不会获胜，而且代价愈发高昂。这场战争由俄罗斯轻易发起，想结束就由不得俄罗斯决定。面对乌克兰的抵抗，只能说俄罗斯选错目标，也势必为此付出代价。此外，8月25日，美国欧洲军队还将在芬兰领土上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而演习地点恰好位于俄罗斯边境，时间则会持续到9月12日。
对于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美欧的军演行动，俄罗斯对此保持完全沉默。俄罗斯为什么沉默？没办法不沉默，在相继丢掉非洲、叙利亚、中东、高加索势力范围，又深陷俄乌战争泥潭，俄罗斯已无力发出更多威胁。或许俄罗斯也后悔当初不该对乌克兰发起入侵战争，原以为1小时22分占领基辅，3天拿下乌克兰，1周结束战斗，没想到居然打了3年多，不仅用上了除核弹外的所有武器，还到处借兵、借武器导弹，结果战局打得十分拉胯，且硬生生被乌克兰消耗到了快要崩溃的境地。据统计，俄罗斯最高峰时期占领乌克兰领土 25.7%， 如今只占 19.1%。从2022年11月12日到2025年8月17日，损失近100万人，大量装备只夺取5842平方公里领土，占乌克兰领土面积的 0.968%。这是何等拉胯！如今，俄罗斯又期待特朗普帮助其完成军事上无法达成的目标，但从目前情况看是失败了。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射程1000公里的长海王星导弹、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导弹以及大量远程无人机，都在向俄罗斯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侵略乌克兰的代价很沉重。这场豪赌，俄罗斯失败了。乌克兰的国家地位还在，乌克兰还在。8月25日，乌国防部发布视频称，乌克兰人有武器、有力量，并为之奋斗。俄罗斯接招吧！一线战场方向，俄军已收复红军村全部地区，且各处战场均有大量俄军投降。库尔斯克方向，乌军第129重型机械旅于独立日当天，在控制的古耶沃和戈尔纳蒂地区升起国旗。这对二战结束后80年来从未被外国军队踏入领土的俄罗斯而言，此举无疑是杀人诛心。乌军用事实向世界证明，看似不可一世的第二军事强国根本没有想象中强大，也并非不可击败。最新的战报显示，乌军发射海马斯导弹，对于杜布拉瓦的俄第186摩托化步枪团指挥部和无人机作战控制站进行了远程打击。与此同时，库尔斯克俄军发生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投降。据悉，投降部队主要为车臣军队，有一批俄军也夹杂其中。不过，该消息还有待进一步确认。苏梅边境上，马绍维茨8月25日表示，随着俄军北方集群兵败，俄军指挥部轮换了第20摩托化步枪团和第810独立海军步兵旅的部队，以取代第30摩托化步枪团和第155海军步兵旅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从目前行动轨迹上看，乌军在安德里夫卡以北进行反击，并向佐洛塔里夫斯基保护区推进。而俄军除了溃逃回撤的部队外，第810海步旅等部正往边境的斯特普涅推进，104和第106空降师一部则被调往了红军村，以求稳住战局。但不得不说，俄军的夏季攻势已彻底失败。要知道，苏梅俄军可不是乌东的那些炮灰部队，其内甚至包括普京的总统护卫团，但还是输了。不过，随着俄军主力向乌东运动，乌军的多个旅也开始将主力向红军村和扎波罗热战场调动。据乌总参谋部报道，乌军目前在红军村总兵力已达 8.6 万人，出现了10个军番号，数量上虽赶不上俄军16万人，但战斗人员素质与装备却比俄军精良。最新战果显示，在乌第3要素军团和情报局下属特种部队协同作战，歼灭俄军1个连，收复西米哈伊利夫卡村之后，乌军目前已经夺回了红军村的全部地区，并在南部的边缘地带构建起了新的防御阵地。虽然基辅方面目前还未公开确认此事，但这段时间乌军在红军村的反攻却是有目共睹的。如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披露，乌克兰在8月11日俄军开始向顿涅茨克进攻时，就发现了对方的踪迹。当时俄军仅推进了6公里左右，但乌军已敏锐察觉到俄军的目标是多布罗皮利亚克拉马托尔斯克高速公路，这是一条重要的补给线，所以乌军快速反应，将第12旅等精锐部队部署到了此地，并成功设置陷阱，将俄军引入包围。之后在反攻中夺回了数个定居点。目前乌军第79旅、第425突击团、第1突击团、第38海军陆战旅正继续在多布罗皮利亚发动战术反击。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乌军成功解放了多布罗皮利亚东部的辛沙霍夫、东南部的扎波维德内，并已把俄军从 T0514 多布罗皮利亚克拉马托尔斯克高速公路附近和东北部维萨莱以南的阵地中赶了出去。激战仍在进行中，若是反攻能继续下去，乌军将切断俄军的突出部，俄军损失数十万人在红军村夺取的战果，有可能被乌军轻松逆转。总之，尽管围绕红军村延伸方向的战斗还在继续，但总体上乌军已经稳定了该地的形势。而战争研究所也分析称，因长期无法建立持久阵地，俄军指挥部已经放弃了在多布罗皮利亚的渗透战术。而俄军最新动向，马绍维茨8月25日表示，俄军第51集团军指挥部正准备直接攻击红军村和东部的米尔诺赫拉德，这表明俄军在短暂转移重点后，已恢复到原来的计划上，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了红军村本身身上，并对外继续宣传在红军村取得进展，否认遭遇了重大挫败。但其话音未落，乌军的滑翔炸弹就击中了这里的俄军阵地。
几阵剧烈的爆炸声过后，俄军的控制区旋即冒起浓厚的蘑菇云，在远处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攻坚受挫的俄军虽兵力庞大，但如今士气非常低落。见此，乌军趁热打铁，利用无人机向红军村俄军阵地抛洒劝降传单，措辞极具心理杀伤力。面对现实和心理攻势，不知道红军村俄军还能坚持多久。值得注意的是，乌军第414无人机旅还发布战报称，自2024年7月21日以来，13个月中414旅击杀俄军已超过1万人，且干掉的每名俄军都有图片和视频佐证。据悉，该部队前身是匈牙利之鸟战术小组，于2024年1月16日正式改编为第414独立无人机打击营，之后在2024年6月底扩编为团，并在2024年12月再次扩编为旅。这支由指挥官罗伯特·波罗夫迪领导的无人机劲旅，能在1年内从营级扩编为旅级，不仅是其战功的体现，更象征着乌克兰以科技创新应对战争、捍卫主权的坚韧决心。如今他们已成为乌克兰天空中最锐利的鹰眼，在战场上屡建奇功，给予俄军最致命打击。在顿涅茨克的攻势受挫后，俄军又将目光对准了南部战场，计划大举进犯扎波罗热。但显然乌克兰人同样有所准备。不久前，在斯特普诺希尔斯附近，乌克兰空军投掷 GBU-62 小直径炸弹，空袭了俄军2个侦察小组。当时这些俄军正驻扎在当地的火车站内，旋即遭到了猛烈轰炸，整栋大楼都被击毁。驻扎楼内的俄军破坏与渗透小组无一幸免。此外，乌军的装甲部队近期还从罗伯基涅方向撕开了俄军的苏洛维金防线，打出了开战以来最有气势的一场进攻战役。流出的视频显示，乌军在罗伯基涅镇南部升起了国旗。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一觉醒来，俄国人没有了，我们的部队回来了。视线转移来到南美地区，4000美军围压委内瑞拉，马杜罗该如何应对？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军的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驶离诺福克海军基地，向委内瑞拉沿岸前进。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美军的第一轮行动了。前几天，美国就以打击加勒比海毒枭为由，向委内瑞拉海岸派遣军事力量，其中包括3艘神盾级驱逐舰格瑞夫里号、贾森·邓汉号、桑普森号，以及数架 P8 反潜机、多艘其他军舰，以及至少1艘攻击型潜舰。耐人寻味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发布会上表示，这些海军不仅可以执行侦察任务，还被授予执行精确打击能力。此言一出，迅速让美国和委内瑞拉的紧张局势升到新的高度。要知道，早在2020年，美国司法部就曾以1500万美元悬赏，征集能够帮助逮捕或定罪马杜罗的信息。之后，悬赏金额还被多次提高。拜登政府时期曾将金额提升至2500万美元，而近期这一金额更是被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升到了5000万美元。面对美国的施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则高调表示会应对美军的挑衅，演讲中更是无比激动。他宣布将动员委内瑞拉超400万民兵保卫国家，捍卫委内瑞拉海洋、领空和土地的完整。在最近流出的视频中，我们也能看到马杜罗正频频和军方合影。此举被外界视为马杜罗回应美军压境的方式，但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目前双方还处于一种试探性的阶段，不过一旦擦枪走火，事态的发展就难以预料了。接下来委内瑞拉的局势如何，这又将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8月25日报道，8月24日，北美空天防御司令部的战斗机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拦截了一架俄罗斯1220侦察机，而且这也是1周内第3次拦截，此前分别是20号和21号。且每次事件中，美军皆出动多架战斗机升空，以识别与监控目标。如这次就出动了1架 E3、2架 F-16以及2架 KC-135，以目视识别俄军战机。目前尚不清楚1220现踪阿拉斯基是不是普京对特朗普最新俄乌表态的不满，但在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声明中，美方强调，俄军战机虽然进入防空识别区，但始终未侵入美国或加拿大领空，因此不构成直接威胁。而所谓的防空识别区是美加联合监控的一段国际空域，并非主权领空，但进入该区域的飞机需主动识别，以维护北美空防安全。该区域自美国领海外缘向外延伸，范围涵盖阿拉斯加周边大片空域。根据美方资料显示，这是2025年第7次有俄军机进入阿拉斯加识别区，去年与2023年则各有26次类似事件。过去几个月中，4月与7月也曾出现俄军侦察机在该区域活动的记录。本次俄方行动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1周前与普京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历史性峰会，试图推动俄乌战争和平进程。美方官员未表示此次空中侦察是否与近期外交行动有关，但北美空天防御司令部表示，其司令部采用由卫星、地面与空中雷达、战机组成的多层次防御网，可随时依情势动态采取必要应对行动，捍卫北美领空。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空军已于7月9日接收了第500架 F-35A 战机。
目前全球服役中的 F-35系列战机总数已突破1215架。根据美国国防部22日公布的消息，第18个生产批次的 F-35战机已与普惠公司签署新型发动机合约，即141具 F-135发动机，合约价值28.8亿美元，平均每台引擎单价为2040万美元。报道指出，若加上机体等其他制造成本，每架 F-35战机的总造价约为1.015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去年12月与 F-35制造商洛马签约时，其145架战机总成本不超过117.6亿美元，也就是每架平均成本为8110万美元。对此，洛马表示，第18批次及其后的发动机经过性能升级，因此成本才会增加。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则表示，第18、19批次细节会在今年夏季敲定，届时计划将一次授予2个批次的合约。报道说，普惠公司仍在继续推进 F-135发动机核心升级计划，该升级将为 F-35的电脑系统提供更强的辅助动力与冷却性能。南华早报23日报道称，中国央视于23日对外放出了一段宣传片，暗示福建号可能会赶在9月3日中国举行抗战胜利阅兵仪式时一同举行服役典礼。报道指出，影片开头以同一片水域88年前侵华日军起舰游曳，88年后福建舰为入列做准备为题，介绍上海江南长兴造船厂做开场，讲述福建舰正为入列进行准备。之后，这段影片便回顾1937年的同一季节，侵华日军以装甲巡洋舰出云号作为起舰，在上海同一片水域游弋，炮口指向上海市区。当时的中国空军驾驶较为落后的战机不断俯冲攻击，令出云号尾部受创，甚至有潜水员带着水雷在水下偷袭，造成出云号重创。有意思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出云号是可达定义舰载载机的大型水面舰，且已服役，这似乎是在暗示福建号可能会在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时交军。此外，中国央视在月初播放攻坚矢志强军向一流的纪录片时，也暗示了福建号航舰即将服役。福建号航舰从2022年下水后，已先后完成8次海试，包括动力系统、电力供应等6大关键技术皆已经过测试。其满载排水量超过8万吨，采用平直式全通飞行甲板，并配备3条电磁弹射器与拦截索。这种设计使其能搭载更多样化、更重型的舰载机，包括固定翼预警机、电战机、反潜机及无人机等。据网友的推测，福建号航母的舰载机联队将包含歼 15T、歼 15D 电战机以及新一代的歼35隐身战机与空警600预警机。其中，歼35因其较小的尺寸、可折叠机翼设计，被认为有助于妥善运用舰上机库空间，增加航母的战机搭载数量。福建号航母究竟会不会在9月3日服役，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疑问和想说的话，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